给我站住！好，还跑是吧？前面死胡同了！我操！秦墨没说小偷还持枪啊！这是哪儿？敢和本公子抢女人？狄龙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奸杀赵小姐！给我拿下！我竟然穿越了！这张禽兽为了抢我未婚妻，栽赃我奸杀赵小姐，现在是要阉了我，送公灭口啊！我倒是要看看，你这戴罪阉人怎么和我争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凭什么娶上官婉？等你入了宫，我就替你尝尝这长安第一美人的滋味。做梦！赵家人知道是不会放过你的。知道又怎样？你这个废物，难道还想翻案不成？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就是得罪本官的下场。小子，该到你了。你不要过来啊！刀下留根！吾乃狄仁杰，今日谁敢动我大哥分毫？狄仁杰，我弟是狄仁杰。狄仁杰，你竟敢扰乱行刑！我哥是被冤枉的，他没杀人。冤枉？你还敢和我这堂堂大理寺少卿之子动手不成？赶紧把刀放下，否则我让你跟你哥一样进宫做太监。你，只要能让我重返命案现场，我定能查明真凶。你这个废物还想查案？呸！别动我哥！我动了，你又能把我怎么着啊？这大理寺上下，谁人不知你这废物大哥的风采？吃喝嫖赌样样精通，一夜豪赌输光祖宅，这回回查案，回回见血就尿裤子。把人带上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婉儿，狗东西，你把婉儿抓来做什么？做什么？那当然是让他亲眼看着你被阉。放开我！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你这太监当定了。天王老子到！都闹什么呢？耽误了进宫的时辰，你们10个脑袋也担待不起。愣着干嘛？快动手！狄龙啊，辣椒油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今晚我让你爽翻天！张禽兽，你找死！哎呀，狄龙，你竟然敢殴打上官！我打你又怎么了？放肆！阉狗！你说什么？还敢再说一遍？我说你是阉狗！阉狗！阉狗！狄龙，高公公是女帝眼前红人，你竟然敢如此不敬！按大武律，杀人者须过堂，由大理寺验明正身，方可定罪问刑。本案1无仵作验尸，2无勘查探案，3无过堂问案。女帝红人草菅人命，藐视国法，你不是阉狗，是什么？那你想要如何？我要查案，若查不出，任凭处置。好，你跟他一块儿去。若查不出来，罪加一等。别人宫刑用一刀，咱家
赏你10刀，让你慢慢疼死。真是个破庙。鬼！只不过是人死后肌肉松弛导致的死者狰狞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我就是脚滑摔倒而已，我才没怕。如此多的血迹，这里定是凶案现场。大哥，你怎么看？你这大哥怕早就尿裤子了吧？那恐怕要让你失望。喂，这都过了1个时辰了，天都快黑了，你就整这么一出啊？你懂个屁！这叫仪式感。只要是他杀，无论凶手隐藏的有多好，都会留下证据。装模作样，见血不晕又如何？今天我会让死者开口指认凶手。要想查明真凶，就得回溯命案现场。昨日我收到大理寺的衙牌，让我前往此庙追凶。谁在那儿？我已经看到你了。死人！狄龙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竟然敢奸杀赵小姐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！有什么可查的？你就是凶手！还有不到2个时辰，等死吧！你胡说！狄龙哥哥连鸡都不敢杀，怎么敢杀人？他是个傻子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有点意思。大哥，你怎么看？这滩血迹一部分发黑，有一部分甚至还没有凝固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猪鼻子插葱，装的还挺像。哼，大哥，你的意思是？也就是说，这个破庙里有2个死者。这个破庙里有2个死者，这分明只有1具尸体，哪来的2个死者？我看，你分明就是在这儿演戏呢。带走。是。慢着，时辰未到，谁敢阻我大哥办案，找死！好，行。张禽兽，你号称大理寺第1神探，不会连这黑血是什么都不知道吧？简单，血迹过3日。我记得赵家2公子赵出生之前来报过案，说是自己有个妹妹被掳走了。到狄龙哥哥被抓，案发也不足12个时辰呢。也就是说，3日之前赵小姐已经死了，与我大哥无关。放屁！赵小姐分明就是狄龙所杀，只不过未超过12个时辰，血未干，凶手就是你。答案就在这儿。什么？死者身高目测7尺，脸部黑色素沉淀，下颌骨有团状块尸斑。你竟然懂验尸？我见过的命案没有1000也有800多，经历过的惨案不计其数。验尸而已，是个人都会。死者眼球结膜苍白，虹膜组织坏死，口腔无异物。狄龙哥哥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？大哥，你的验尸手法和判词简直是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呀！但是又恰到好处，真是厉害。哎，狄龙，你要干嘛？你不光杀人，还想奸尸不成？
那是你，不要用你龌龊的想法来质疑我的专业。赵家人马上就到，你洗脱不了你的嫌疑，你就等着活活被打死吧。死者左侧胸部有弹性，2步以下无尸斑、无尸僵。尸体无尸斑、无尸僵，说明死亡时间未超过12个时辰。死者的手部组织有纤维，手掌有节茧。任杰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死者生前长期劳作。赵小姐是千金小姐，十指不沾阳春水，怎么可能长期劳作呢？分明就是被你污了清白，没脸见人，上吊而死。这脖子上的勒痕就是证据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大哥早已经说过，在来之前，赵小姐已上吊而死。这事儿跟我们大哥没半点关系。不，这是凶手给你们设下的一个圈套。什么？这人在上吊的时候，受自身重力的反作用，全身的重力会集中在白磷之上，导致窒息、大脑机械性死亡。狄龙，你这是在蓄意毁证！这算什么证据？这是凶手引导我们往错误的方向探案所留下的伪证。那凶手这么做又有何意义？他是在隐藏一个天大的秘密，就是小姐的头压迫的身体。人上吊而死，与白磷有接触的颈部会留下淤青，那他后脖颈处的淤青又是从何而来？这分明就是你先勒死了赵小姐，然后悬于房梁之上，做出了上吊的假象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洗脱你的嫌疑。幸亏我探案如神，一眼就看出你的把戏。哼，你呀，可真是个傻呀！傻是什么？张禽兽，我夸你料事如神呐，只不过却没看出这个淤青是有人做的手脚。任杰，剪刀，这个淤青只是凶手想掩盖一个更大的秘密。这个不是脱衣服的线。没错，凶手用针线将2个不同的尸体缝合在了一起。也就是说，凶手将赵小姐的头与另一个尸体拼接在了一起。这是一起连环杀人分尸缝合案。死者刚刚告诉我，凶手就是畜生，就是你杀了我妹妹。来人，少爷有何吩咐？将这个杀人凶手给我乱棍打死！将这个杀人凶手给我乱棍打死！是。住手！狄龙哥哥不是凶手，你们不许打他！哪里来的小贱人，敢挡本少的路？找打！怎么，做贼心虚了，想杀人灭口啊？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不清楚。听不懂最好，那就接着往下查。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搞清楚，这个死者的死因究竟是为何？任杰，扒开赵小姐的后脑勺。有伤口。死者后脑勺塌陷，颅骨破碎，足以致命。真正的死因应该是这样子。凶手尾随赵小姐进入此地，趁其不备，钝器击打，使其命丧当场。1日半后，押回到此地寻赵小姐。在哪儿呢？凶手将2具尸体从脖颈处切开，再缝合，就制造了死者死亡时间不过1日的假象。说八道，妹妹明明就是被你逼死的。凶手另有其人。这一切都是你的猜测，证据呢？我不信，除非你能找到我妹妹的尸身。你妹妹的尸身就在这破庙里面，我敢断定，尸体就在这儿。我敢断定，尸体就在这儿。这
破庙一目了然，哪有地方可以藏尸啊？你绝对是凶手！那赵公子觉得该如何处置此人啊？我要将他的肉一刀一刀活生生割下来，扒皮抽筋。我让他施加在我妹妹身上的痛，每倍奉还。我相信我大哥不会是凶手。狄龙哥哥一定会查出幕后真凶的。行了，本公此可没有时间在这儿跟你瞎耗。你现在请来，我才能让你死个痛快。等我爹来了，那可是要把你拆骨扒皮，碎尸万段。未曾过堂问案，你们怎么敢杀人？赵将军攻城拔寨，屡战屡胜，屡立战功。他的儿子为了给亲妹报仇，弄死一个畜生，女帝不会怪罪的。动手！是。狄龙哥哥，你快跑吧！大哥，你先走，我来保护你。好。废物果然是废物，只会抛下自己的兄弟和女人，自己先跑。谁说我要跑？你们不是想知道尸体藏在哪儿吗？那我就告诉你们。狄龙，你疯了吗？你要对神像做什么？当然是砸了他。疯子，你竟敢砸神像，就不怕引来神明之怒？就是因为你们不敢，我才要砸了他。倘若里面被人藏了东西，恐怕这辈子都不会被人发现吧。天！这是小赵啊，你不会连你自己妹妹的手都不认识了吧？这不是我妹妹的手，你胡说八道！听说杀害吾儿的凶手找到了。父亲，就是这个贼人，死不认赃，我正准备杀了他，为我妹妹报仇。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，这个你得认。来人，把这个杀害我宝贝闺女的凶手剁成108块，喂狗。是。等等。父亲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我又不是凶手。因为你这混球，该打！你是瞎了你的狗眼吗？这是西域进贡的苏丹红扣丹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整个大武只有1盒，且在武帝的手上。因为我屡立战功，武帝下令将此物赏给了本将军，本将军又把它给了我的宝贝女儿。那这断手的确是我宝贝闺女的。狄龙哥哥，你居然真的找到了！将军，佛像内发现了小姐贴身丫鬟的头颅。果真有2具尸体，一个是小姐，一个是丫鬟。那赵公子和赵将军现在还要弄死我，把我千刀万剐吗？啊，不，是老朽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狄大神探速帮我找出杀害我女儿的真凶。别着急，真相就在这儿。为何？因为凶手就在你们这群人当中。你放屁！我看你是想脱罪，想疯了。我本来就没有罪，为何要脱罪？在场，我是大理寺的人，这是赵小姐的家人，再无不相关人员。你说，在我们之中，这不是想脱罪是什么？聒噪！你怎么这么烦呢？我自然不会空口白牙的胡说，我有切实的证据，10步之内必出真凶。我看你就是装腔作势，企图脱罪。你就是杀害我妹妹的凶手。什么10步探凶，全是噱头。今天你不给我拿出证据，我就弄死你。那作案凶器算不算证据？本大人看了，这庙内
没有作案凶器。那是因为你蠢。哎，你凶器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此庙年久失修，且无人上供，为何这香炉一尘不染？香炉是空的。大哥，在这血迹当中有大量的香灰，那只能说明这香炉就是凶器。什么？香炉？笑话！我听说过用刀杀人的，用匕首杀人的，我第一次听说用香炉杀人的。你见过，因为你就是凶手。杀人凶手就是赵出生。你放屁！文玉是我妹妹，我怎么会杀她？狄龙，你果然开始胡言乱语。为了脱罪，你竟然诬陷！你现在就跟我回大理寺领罪！你先杀文玉，后栽赃陷害于我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？狄龙哥哥这么说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更何况你怎可轻易上任？任杰，在。香炉。本应出现在香炉里的香灰，却出现在了地上，且被血迹所覆盖，这是为何？这就说明曾经有人使用过这个香炉，并将烟灰撒到地上掩盖行踪，再用这个香炉行凶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，大哥？但他却忽略了这个香炉上还有他没有处理掉的血迹。这个香炉就是杀人凶器。哼！这个死者的后脑勺所出现的伤口，一定是钝器所为，且伤口的形状与这个炉耳一模一样。而且，这个香炉的边上还有4个不同的手印，只能说明这个凶手在行凶的时候力气非常大。这个凶手一定是个高手。狄龙，谁不知道赵公子从小体弱多病，连壶水都提不动，怎会有武功在身？这么说，我儿就不是凶手？那凶手又是谁？当然是他。你别胡说。若凶手是狄龙哥哥，那方才找到的线索又算什么？是他，为了脱罪提前伪造的证据。来人，还愣着干嘛？把这个杀人凶手给我乱棍打死，为我妹妹偿命！别急啊，我说了，10步之内必出真凶。大哥，线索都断了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编不下去了，准备写认罪书，认罪。谁说线索断了？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，指纹追凶。指纹追凶？如果你不是凶手，那你敢不敢把你的指印印在纸上，与这个顶上的指纹比对一下？敢还是不敢？不敢，你就是凶手。我相信我儿肯定不会是凶手。爹，您不相信我吗？验吧。指纹是每个人的指尖纹路，且这个世上没有2个一模一样的指纹。这2个指纹一模一样，这怎么可能？赵出生，你就是凶手！畜生，你为什么要杀你妹妹？小何，一定小何，一定是下的人诬陷我，一定是这样。没错，狄龙此人平时游手好闲，人品极坏，为了脱罪，他什么都干得出来。你不是说杀人凶手是一个武功高手吗？我可以证明，赵公子从未习武。你就是凶手！凶手！时辰已到，你没有在时辰之内找到真正的凶手，现在我就替高公公阉了你，送你进宫当太监。不要！不要！你今晚乖乖跟我回到我的府中，我让你说1晚上的服药。赵出生，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冥顽不顾，那我真的帮不了你了。烦请赵小姐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
赵出生，还我命来！这，还我命来！我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，一定是你们装神弄鬼！你果然会功夫，赵书生，你就是凶手！到现在你还不叩首认罪，更待何时？说，为什么要杀害文玉？我，说不说？我说，那天我和崔姨娘苟且，被文玉发现了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我就杀了文玉。爹，你就饶了我吧，你饶了我吧，爹。你这个畜生，敢和老朽的妾室苟且便罢了，还敢因此杀了文玉，你该死！张牙佐，真凶我已经帮你查出来了，麻烦你把人犯带到大理寺，还我一个清白。那是当然。既然没什么事了，婉儿、任杰在，我们走。哎呦，饿死我了！等等，狄龙，这次算你走运，躲过了这一劫。下次你绝对躲不过。好啊，我等你。这太监你当定了，你的女人老子也睡定了。废物！就这么让那个对本公公不敬的人洗脱了嫌疑，我要你何用？高公公说的对，我就是个废物，废物。哼！10日之内，你若再不能将狄龙弄进宫当太监，那他空缺那个位置，就由你来顶。啊，是吗？这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为父杀了狄龙之父狄正阳，只要狄龙兄弟俩不死，迟早有一日，他们会找我们报杀父之仇的。所以必须将他们斩草除根，以绝后患。若做不到，为父会亲自阉了你，亲自送你进宫当太监。啊！干杯！干杯！恭喜大哥屡破奇案，大理寺正那边已经下发了最新的公文，犯人秋后问斩。大哥你官复原职，咱们两兄弟又能一起追查杀父之仇的事了。狄大神探，老朽也必须敬你一杯。若不是你办案如神，赵出生那个畜生也不会认罪服诛。来。哎，大哥，我有一事始终不明，为何赵小姐能开口喊冤？莫非这世上真的有鬼神？哼，这还不简单，因为我会赋予，那些厉鬼索命都是假的。是他做贼心虚，露出了马脚。我这……狄龙哥哥，你还会赋予呢？这还不是小意思，我还会……哪儿来的杂碎啊！竟敢跟本公子抢天下第1号花厅！真谁啊？不知道。当朝左相之子武昌吉。来人，把这几条狗打断狗腿扔出去！哼！慢着！武公子，你带人强闯老朽的酒宴，可曾把老朽放在眼里啊？你个老不死的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过是区从五品，而本公子乃太子詹事，官居正4品。按照规矩，下官遇到上官得跪下说话，你为何不跪啊？
难不成你想造反？属下拜见大人。哼，哎呀，这就是长安第一美人上官婉儿吧？果然名不虚传呐！放开我的未婚妻！别说本公子没给你们机会，除了上官婉儿，其余闲杂人等通通给我滚，否则死无葬身之地。大哥，这样的人咱们惹不起啊！敢碰我的女人，我管他是谁，我打的就是他！流血了！狄龙，你这个废物，谁给你的狗胆，胆敢打五公子？表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当然是来帮你退婚的。什么？退婚？表姐，婚约已定，怎可随意修改？况且我心悦狄龙哥哥已久，绝不退婚。婉儿，我这是为了你好。武昌吉大人看上了你，表姐就替你答应下来。那10万两黄金聘礼，表姐也替你收下了。五公子果然阔气了，这一出手就是10万两黄金。那像面前这位啊，输光了所有的家产不说，兄弟俩居然还有脸住在上官家吃干饭。你不过是上官家养的一条走狗罢了。哼，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让你这个废物跟我表妹退婚，应该没有意见吧？那个废物敢有什么意见呀？武大人是谁？女帝之职，皇亲国戚，这个位置是你这种人能坐的吗？滚开！武大人上座。哎，低调低调。虽然本公子身居高位，但是平易近人嘛。公子，你谦虚了。您可是长安4大才子之首，才华冠绝古今。而你不过是大理寺一个区区从9品4役，就凭你也想娶我表妹？想让我退婚，绝不可能！废物，你敢！废物，你敢！他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娶我的婉儿？这人竟敢大放厥词！这人怕不是得了疯病的疯子吧？不然怎能说出如此疯话？喂，你们两个在狗叫什么？你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说本公子不配，那不妨咱们比试一下，如何？行啊，比什么？今日中秋佳节，要么就比吟诗作赋。好，这个主意不错。据说今夜在紫楼吟诗作赋最好的才子，还能成为长安第一花魁红叶的入幕之宾。你若输了，乖乖退婚，并且跪下给我磕3个头。那我要是赢了，又当如何？你若赢了，我给你跪下磕3个响头，并且叫你爹，而且把衣服脱光，围着长安城跑上3圈。不要！坊间传闻，这武大人诗才盖绝当世，无人能比，你赢不了的。就凭你，连字都不识的一个废物，还懂作诗？哼！就凭他这从未输过，我还非得赢他一场。成，那本公子先来。叽叽叽，曲项向天歌。此诗第一句就惊为天人了。鸡毛浮绿水。好，此诗必能成传世之作。鸡爪拨清波。五公子真不愧是长安第一才子，我等自愧不如啊！低调低调。你们这2只狗眼睛是瞎了？就这垃圾玩意儿叫做诗？你什么意思你？文杰在，把酒拿过来。大哥，酒在。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诗。今日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诗。君不见，
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这个废物居然会作诗！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这是好诗啊！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此诗大气磅礴，犹如黄河之水，势不可挡。就连我父亲当朝左丞相也未必做得出来呀！就凭你这个目不识丁的废物，怎么会做出如此好诗啊？他抄的，他绝对是抄的！我相信狄龙哥哥他是不会抄的。没错，我就是抄的。没错，我就是抄的。什么？我就说，废物就是废物，永远画不了真龙。你还是趁早离开狄龙，跟着五公子吃香的喝辣的。既然你承认是你抄的，来人，在，打断他的狗腿扔出去。是。别急啊，我还有一首抄的诗。睁大你的狗眼，给老子听好了。醉里挑灯看剑。废物，你干嘛？800里分麾下炙，50弦翻塞外声。这是边塞诗。此边塞诗一出，300年内无人再敢写边塞了。待到秋来7月8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这是写花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此事竟隐隐有股王霸之气。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狄龙哥哥，请痛饮此杯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不是吧？还来呀？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落霞与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？万古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凭彩凤化飞翼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眼？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古来圣贤多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此为古今第一劝酒诗。此人风姿，简直用2个字来形容啊！诗仙。对，此人真乃诗仙是也啊！我从小就知道我哥生而不同，有诗仙之姿。刚才我抄了几首诗了？你刚才整整抄了300首诗。来，这位长安4大才子之首，你也来抄一首。只要不逊色于我，就算我输。你这是抄的，不作数，你还是输。你抄袭的不算数，你还是输了你。随口就吟诵的千古绝句，此等诗仙一般的人，何必去抄啊？说不定他是抄书的呢。哼，如此字字珠玑，若是抄的，我等怎会不知啊？吴大人，我赢了，你该跪下叫爹了。狄龙哥哥，你真厉害。那是，你可别忘了要脱上衣服，在长安城跑上足足3圈。如果我真的这么做了，肯定会丢了我相府的颜面。吴大人，难道你是想食言不成？君子应当重诺，我等怎能出尔反尔？放屁！今日若是我照办，让他活着出去，这些千古绝句一旦流传出去，我们必将遗臭万年。我怎么没想到？赌约？什么赌约？
分明就是五公子赢了嘛！今天一定要打断他的腿，活活打死他，这才能保住秘密。上！对，上！狄龙哥哥，我们快跑！不用跑，因为他们还不配动我。你今天若是敢动了我，明天我就让你们左相府鸡犬不宁。左相罢家，你们所有人都得流放街头。就凭你也配动左相府？还想让左相罢官，全家流放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对，今天你们谁也别想活着走出去，男的全部杀了，女的留到我的厢房里。我玩过之后，你们再玩。什么？五公子，我们也有份儿啊！那是自然，给我好好照顾上官婉儿姑娘，照死了照顾，这样咱们的秘密才不会外露。动手！你们以为只要杀了我就能守住秘密了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今日长安城中秋诗会所做的所有诗句都会有专人抄录，快马张贴至武帝宫的墙上。方才那300首千古绝句一经张贴，必将名动长安了。你敢冒犯诗仙之名，那你就杀了我，我可以陪你一起死。来，你要是不杀我，你就是我孙子。你当真以为我不敢吗？来，公子不好了，数万长安士绅齐聚花满楼，跪求面见诗仙狄龙。公子且慢，此人不能杀呀！你为何阻我？区区一个贱民，我有何不敢杀？若此时杀了他，楼下数万学子冲上来，你们觉得他们现在上来，会不会把你们撕碎了喂狗？好你个狄龙啊！你给我等着！得罪了我，就算是玉皇大帝也救不了你。我说的。武大人，那今天的赌约，下跪？放屁！有本事你扳倒我的靠山，否则想让我跟你这个狗下跪，做梦！我们走。按规矩，今夜狄龙公子为花满楼诗赋魁首，我家主人长安第一花魁红叶将与公子共度良宵，请随我来。什么？花魁？哎，轻点，狄龙哥哥，疼！你若是今天敢留宿在花魁房中，你就等着吧。哎呀，慢点儿，请随我来。姑娘，客人到，死人了！人杰，在，快点把人救下来。得嘞。大哥，死者身体如冰，没了气息，应该是死了。凶手究竟是谁？那还用问？红叶姑娘约的是你，你一来这人就死了，你当然就是凶手啊！那按照你这个逻辑，你老母亲今天早上跟我打了个招呼，也挺巧。那你是不是得管我叫爹呀？你，任杰，哎，把我的工具箱拿过来。得嘞，叫哥哥。哼，幸亏我提前准备好了猪肠手套，否则显得我多不专业。死者身高6尺1，皮肤组织完整。胸前无伤痕，也没有扭打痕迹。那这花魁是自缢死的吗？大哥，你怎么看？错，是他杀。啊？这大家都看见红叶姑娘是悬梁自尽，何来他杀？眼前的这个白绫就是证据。这个白绫离地得有8尺，死者的身高才6尺。如果不是他杀，死者怎么够得着？那他的死因是？变黑了。
死者中了3养化2参。参什么参？你个土老帽，就是砒霜。他另外的名字叫鹤顶红，见血封喉。那既然是他杀，凶手是谁啊？是啊，那真凶究竟有什么动机啊？又是谁啊？这哪来的发簪？哎，这是我的。这发簪上有鹤顶红的味道，上面涂了鹤顶红。什么？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莫非这凶手是婉儿姑娘？不是我和红叶姑娘无冤无仇的，我怎么会啊？那你如何解释你的发簪会出现在红叶姑娘的房间之中呢？我，凶手一定是你。你看你的狄龙成为了红叶姑娘的入幕之宾，便心生嫉妒，于是下毒杀死了红叶姑娘。不是我杀的人，我根本就没来过红叶姑娘的房间。别怕，有我在。你再有个屁用啊！婉儿姑娘可是杀人凶手，按大武律，杀人者偿命。表妹，现在能救你的就只有五公子。只要我肯出面求我姑姑当今的武帝殿下，他一道诏命，便可赦免了你。你这个贱民有这个能耐吗？就凭你也想跟五公子抢女人？所以婉儿姑娘的意思是，飞狄龙哥哥，我不嫁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来人，把这个杀人凶手给我拿下。今夜我必使出我的招牌大棒，让你招供。武昌吉，你找死！哎呦！狄龙，你这条疯狗！你先前打了五公子，五公子宽宏大量，没有跟你计较，现在你居然还敢！贱民，你非要跟本公子过不去，跟我作对吗？上一个得罪五公子的，一夜之间满门被屠，连条狗都没有放过。哼，得罪我，就等于得罪长安整个权贵。从即日起，大武朝内360座城56个州，9州之内，寰宇之外，天上地下，将无一处是你容身之处。哼，你不用威胁我们，我有证据证明婉儿不是凶手。证据确凿，何须再查？给我1炷香的时间，我定能查出真相。好，那我就给你1炷香的时间。你若查不出，老子亲手阉了你。其实用不了1炷香的时间，答案就在这儿。怎么可能？嬴政居然没有变黑？更离奇的还在下面。这怎么可能？这说不通啊！这人不是中毒身亡吗？怎么腹部验不出毒，连着喉咙也验不出毒？这胡说！那为何死者口中验出了毒药？死者根本就没有中毒，他是被人勒死之后，被人强行灌下毒药，做出中毒的假象。哦，对上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能解释他腹部也没有中毒，喉部也验不出毒。这下就能证明人不是我杀的了。婉儿姑娘也不用高兴得太早，只是查出死因而已。杀人凶手还未找到，你的命啊，悬呐！哼！我知道凶手是谁了。谁？跟我走，我告诉你们答案。大人，这点小事何须您大驾光临，下官处理即可。直接审便是。若狄龙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就阉了他，送进宫去。狄龙，杀害红叶的凶手到底是谁？凶手就在公堂之上。
狄龙，我说你骗人也不换点新花样。我倒要看看你这次指认谁。真正的杀人凶手就是他，武昌吉，包括近期长安城8起连环杀人案，都是武昌吉所为。我看你就是满嘴喷粪。武大人是谁啊？长安才子女帝侄儿，怎会干出如此龌龊之事？武大人，你可不能轻饶这个污蔑您的贱民啊！你说本公子是凶手，你的证据呢？我在搜查红叶姑娘房间的时候，发现她有记账的习惯。这就是我在她那儿搜到的账本，还请大人过目。大人，红叶姑娘近3日接待的客人只有1位，那就是武昌吉。这等证据，如何就能确定是武大人呢？狄龙，不要血口喷人。能够成为花魁红叶的座上宾，那自然是武大人能力过人，功夫上佳。就凭这个指证，你们兄弟2人怕不是不行吧？行不行的，你试试啊！凭你也配？哼！若是拿不出有力证据，你们就是污蔑武大人，届时你可就真的不行了。不好意思，证据我还真有。来人，把尸体抬上来。这具尸体的脚趾被人给剁了，这就是最后一个证据。消失的脚趾和武大人有什么关系啊？狄龙，你怕不是穷途末路，疾病乱投医了吧？我看你是趁早认罪，并且挥刀自宫，没准武大人还能留你一条狗命。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完整的作案手法与杀人动机，待我说完，真相便可公之于众。当时我回到了命案现场，发现房门紧闭，被人故意堵上了。更可疑的是，身为百花楼的花魁，用的应该是最名贵的银双炭，可他偏偏用的是最下等的褐炭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此煤不易燃烧，若不通风，再把房门紧锁，形成一个不透气的空间，这个炭没有充分的燃烧，便会形成大量的有毒的一氧化碳。一氧化碳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毒死红叶。胡扯！这武大人有何杀人动机啊？杀人动机？那当然是收藏受害者脚趾的习惯。你没发现近期8起连锁杀人案，受害人皆丢失了脚趾？没错，最近发生的8起连环杀人案，最后去现场勘查的时候，定案全是自杀。同样都是门窗紧闭，房内都有一筐褐煤。大胆狄龙！你所言皆是猜测，除非你能找到那些失踪的脚趾为证，否则证据就在这公堂之上。任杰，在，劈了他！你干什么你？干什么？这些都是人骨，且都是人的脚趾骨。证据就是你有收藏被害人脚趾作为人骨善的癖好。吴长吉，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狡辩？我为何要狡辩？人就是我杀的，我何惧之有啊？我乃女帝之侄，殊荣无限，区区几个指节能成为我扇子里的骨节，那是他们的荣幸。
我要亲眼看着这些绝世美人在我面前活活疼死，任我鱼肉。他们越痛苦，我就越兴奋。这指节就是我的战利品。张大人，武昌吉已经认罪，请您立刻下罪入狱。笑话！这公堂之上，9州之内，有谁敢定我堂堂左相府的罪？又有谁能将我女帝之职入狱？你敢吗？你们敢吗？啊！刚才就是一场误会，武公子绝对不是杀人凶手。本官宣布，武公子与本杀人案无关，当场释放。你若不死，公道何在？你若不死，千里难容。那9条枉死的人命，该何处喊冤？那又如何？你还敢杀了我不成？来，朝这杀，朝这杀！你敢啊？他们不敢，我敢。就算是豁出这条命，我也要为枉死之人讨回一个公道。居然敢杀我！武大人死了，狄龙杀了武大人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进宫禀告女帝！快把这杀人凶手给我抓起来！慢着，我大哥为民除害，何罪之有？错就错在他杀的是武大人，这是女帝侄儿，此等过错应该千刀万剐，五马分尸。给我拿下！不可以，婉儿你不要命了，赶紧跟狄龙撇清关系啊，免得拖累了自己啊！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永远相信狄龙哥哥的。放开我！传女帝口谕。大理寺4役狄龙伙同狄仁杰谋杀朝廷命官。即刻扣押进宫，面见女帝。带走。狄龙，这下你连阉人都做不了了。嘿嘿嘿嘿。是何贼人，胆敢杀我侄儿？谁是狄龙？你，陛下，就是这个杂碎，此人居然公堂杀害武大人，陛下定不能轻饶啊！大胆！将他给朕当场打死，其余从犯，男子阉了入宫当太监，女子送入教四方，终身为妓。胸大无脑，说的大概就是你这种人吧？放肆！狄龙竟敢对女帝不敬，罪加一等，应当处以极刑。刚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说陛下胸大无脑。你有如此胆量，难怪敢杀成吉。那朕就再给你一次自证的机会。我不需要自证，人就是我杀的。为何杀人？他该死。武昌吉，他该死。别人都不敢杀他，那我只能自己动手，灭了那个畜生。混账！杀了朕最疼爱的侄儿，哼，竟然还敢如此猖狂！把他给朕凌迟万刀，把他的头割下来，铸成铜头，
放在长吉坟前，让他生生世世为我侄儿忏悔。陛下，狄龙哥哥也只是为了那些枉死的百姓讨回公道而已，罪不至此啊！别急，等他完了，就轮到你们俩。拖下去！国有此君，不出10年必亡。牙尖嘴利，竟还敢辱骂于朕！罪加一等。那就先拔了舌头，再凌迟吧。哼！狄龙哥哥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北夷国来访闹事，出了3道难题，至今无人可解。现在估计杀到宫门口了。什么？我堂堂大武朝，竟无能人了吗？北夷王子说了，若是无人解除这3道难题呀，将派10万铁骑来犯。大武出力，暂无可用之兵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能解决那3道难题。陛下，不可信这贱民谗言，他就是个没读过书的废物，怎能解除这3道难题？陛下除了我，还有别的选择吗？那朕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若解除3道难题，朕饶你不死；可若让朕发现你满口胡言，定让生不如死。哼哼。老臣参见陛下。陛下，狄龙他诛杀我儿，属戴罪之人。况且他目不识丁，如果让其他使臣知道了，岂不是要笑话我大武朝？武昌节死有余辜，左相，你难道想要包庇？还口小儿，就凭你，也敢智慧昌吉？有本事你打我呀！来！够了！北夷使臣已经入宫，丞相暂且放下成见。陛下，一个胸无点墨之人，他又如何能回答出3个问题？我如果回答不出那3个问题，我愿当场自刎谢罪。区区9品司隶也敢口出狂言，就凭你随便说出满朝文武乃至大学士都说不出来的3个问题，你简直痴人说梦！老臣今天就立在这朝堂之上，看你如何自刎，以慰吾儿。见女帝跪。如此简单的3道题，大武朝都答不出来，有什么资格让我跪？传闻中的大武朝也不过如此。3道难题，难倒了大武朝这么多人才，足以证明大武朝不配统治中原。本王子回去必率10万铁骑，踏平这长安，做这天下的共主，休得狂妄！不仅如此，本王子还要这女帝做本王子的小妾，届时我也好好尝尝这第一女帝的滋味。话别说得太满，小心啊，别闪了腰。你是何人？大理寺寺役。你大武朝当真是没人了吗？区区一个打杂的杂碎也敢出来答题，就不怕丢了大武朝的脸面？你北夷国大杀四方的3道难题，被我一个小小的杂役就能解决了，那岂不是更丢脸？狂妄！别废话了，出你的题。第一题，如何在夏日生冰？夏日生冰，简直闻所未闻呐！大哥，我看这北夷王子就是故意来刁难人的。夏日生冰如何能做到？这道题至今无人可解，我相信大武朝没一人可以答得出来。狄龙哥哥，这根本就不能做到，要不咱们还是……放心，这还不简单。
话可不要说得太早。若是连第一个难题都解决不了，我看后面的也不必了。哼，想不到这么上乘的美人儿，却配了一副猪脑子，实在是可惜啊！你莫急，等他答不出来，我就杀了他，到时举功长安就师出有名了。各位，看好了！哎，哼，真的解冰了，狄龙哥哥，你成功了！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能有人在夏日成冰？此物为生石灰。遇水吸热，产生化学反应，即可夏日成冰。在我们大武朝，连3岁小孩都懂。那为何之前满朝文武解不出此题？那不是为了给你留面子，没想到你是给脸不要脸，非得把脸凑上来给我打。你贱不贱啊？好，好，好，狄龙，解出3道难题，朕重重有赏。喂，下一道题不会还这么无趣吧？你不够走运罢了。3道难题，这只是其一，也是最简单的一道。那你放马过来吧。第2题，人如何在空中飞行？既然大武朝有你这种人才，不妨我们立个赌约。如果你赢了，我北夷将归还燕云16州；若不能，得，我要是不行，我把长安城给你。陛下，狄龙他简直在胡闹啊！他这拉着咱们大武朝，他在陪葬，应将其当庭杖毙，以儆效尤。狄龙，此题已超出常人所想，你当真可以？大哥，不可呀！就算是这世上最好的轻功，也无法让人在空中飞翔啊！就是啊，狄龙哥哥，他分明就是在刁难你，不能答应。你放心吧，那女帝和满朝文武是想让我大武朝不战而败，一辈子做个缩头乌龟，被某些人踩在脚底下，像只王八一样不敢吱声。等会儿归还燕云16州的时候，可别肉疼。哼，这小卷毛什么玩意儿，跟泰迪似的，切！这是纸鸢。我以为你是个什么样的聪明人，没想到居然想出这么愚蠢的办法。这小小的纸鸢如何让人飞上天去？当朝宰相怎能如此蠢笨无知？喂，我要飞，我借助的不是风筝，而是风。不行就趁早认输，还能保全大武朝可怜的颜面。啊，狄龙哥哥，这个真的能飞吗？怎么飞呀？放心吧，啊，等会儿我就从高处一跃而下，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乘风飞翔。这种匪夷所思的方法，只有你能想得出来。从高处一落而下，难不成你怕本王子弄死你，想提前自杀不成？闭嘴吧，死泰迪！成与不成，一试便知。当真是狂妄至极，不自量力。本公主就在这儿守着，等你落败以后，亲自履行赌约，将你的肉片片剐去，拿去乱葬岗喂狗。哎，狄龙哥哥，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陛下，这个狄龙啊，简直就是谎话连篇。这么一个破纸鸢，怎么可能让人飞上天去？待会儿您可千万不能轻饶了他。浩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。哼，我来啦！
既然连这种难题都能迎刃而解，难道真的是乘风飞翔吗？北夷王子对狄龙的解题方式可还满意呀？放心，婉儿，我没事儿，就是可惜了公主，剐不了我的肉了。你绝对是碰巧钻了大家不知道的空子。那还不是我大哥智勇双全，才智过人，想到了世人想不到的法子。莫非是你们北齐输不起了？狄龙，凭借你今日的表现，朕可以饶了你。但若想加官进爵，还得赢第3场。太帝王子，还不赶紧出题啊！第3题就是不用任何器械将千斤巨石粉碎。这怎么可能做到吗？这件事千古以来绝无一人可以做到。狄龙，此次你必输无疑。这是逼迫我做火药啊！哼，水别倒太满，话也别说得太早。我都还没做，你们又怎知我做不到？口出狂言！千斤巨石啊，我朝第一勇士都无法将它举起，你居然想把它粉碎？狄龙，你吹牛也要有个度。大哥，你不习武，不知其中奥秘，这件事实在是太难完成了。要不咱们还是想个别的办法。是啊，狄龙哥哥，这分明就是北夷他们设下的圈套，你可不许轻易上当。你放心，狄龙，这一次你是否可以？我只需要1个时辰，此题即可迎刃而解。若你能解答第3题，朕不仅可以不追究你的小作所，哼，甚至可以让你连跳7级，成为大理寺副卿。如若你击碎不了巨石，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辰。这就是我破题的神兵利器。如果我没有看错，这不就是一个破瓦缸吗？就凭这个破瓦罐能击碎了巨石，我北夷将对大武朝俯首称臣，岁岁纳贡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当然，这道题也注定解不了。如果你输了，咱们先前的2场比试区不作数。什么？3日之内，我北夷的铁骑将踏平长安，天下易主。哎，走远点，小心我的利器可别伤了你。本王子不走，我偏偏要站在这儿，我倒要看看这个破瓦罐怎么伤得了本王子。好啊，待会儿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喂，怎么样，太帝王子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这玩意儿万一掉在了北夷国，恐怕方圆100里都会夷为平地吧？莫非这是大武朝新研制的秘密武器？这是在警告我北夷。武帝陛下，是我北夷有眼不识泰山，妄想挑战大武朝。眼下看来是我们错了。往后北狄定对大武朝俯首称臣，岁岁纳贡，永不犯边。狄龙哥哥，你太厉害了，不仅连破了3题，还让北夷俯首称臣，简直是我的骄傲。大哥，你真棒。运气好罢了，贱民始终是贱民。既然狄龙已经连破3题，朕便履行之前的承诺。狄龙听封，即刻起升任大理寺副卿之位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谢主隆恩。丞相大人，狄龙那小子
本相绝不能容忍杀害我儿的杂碎还继续存留在这个世界上。再加上他现在当上了大理寺副卿，极有可能发现那个秘，必须做了他。给你们2人3日的时间，必须让狄龙给我儿陪葬。如若不然，你们就进宫给我当太监，做姐妹。丞相大人，请放心，我不会让狄龙安稳地坐在大理寺副卿的位置上。我与禽兽定会让他身败名裂，活不过3日。听说西街又开了一家新的脂粉铺。来喽！久等了，客官，新出炉的大包子。嘿，大哥，话不多说，兄弟我祝你升官发大财。你们别光顾着喝呀，这陈家包子铺做的包子是10里8乡出了名的好吃，味道奇香无比，你们快尝尝。那我尝一尝。不对，这包子馅里边怎么还有骨头啊？骨头？看着不像是猪骨啊，大哥。这是人的手指。呸！人肉包子铺。升堂！我看谁敢动！李龙，你私设公堂，你眼中还有我这个大理寺少卿吗？我的官帽可压你一级！大人，请你吃包子。拿包子贿赂我爹，我看你这脑子！那是人肉包子。陈家包子铺吃出的人的骨头，这么大的命案，你说我为何不能升堂？包子能吃出人的手指头？狄龙，你怕不是升官发财，把脑子烧坏掉了吧？人？我看这不就是猪骨而已。我看你是刚当上副卿，想办点案子给上面看吧。指骨纤细，分为3节。底、体和小头，周围有肌腱和神经。猪指骨只有1节。是否为人骨？你堂堂大理寺少卿，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那本宫怎么看着他就是一个猪指骨？父亲大人说的对，这分明就是一根人的手指。你们父子2人歪曲事实，草菅人命，心中可还有半点良知？在大理寺，我爹就是规矩，就是良知。来人！大理寺副卿狄龙为谋求正经办假案，给我赏30大板。婉儿妹妹，你最好和狄龙保持距离，赶紧退婚，免得拖累你啊！我早就说过了，我非狄龙哥哥不嫁。你以为这30大板下去，张家父子会让他们有活命的机会吗？那我就更不能让狄龙哥哥挨打了呀！愣着干嘛？动手啊！张贵正，你目无律法，毫无良心。你这大理寺少卿之位，我看你是做不成了。那就看看谁先死，给我拖出去打！今日谁敢动我大哥分毫？狄仁杰，你也想挨板子吗？高公公到！四方酒楼发现尸块一事，已惊扰陛下。你们大理寺需尽快破案，本公公亲自监督。高公公，此案杂乱无章，无头无绪，查起来是难上加难，不知可否宽限3日之内？若破不了案，你们大理寺谁也逃不了陛下的责罚。狄龙在包子里发现了人的手指，说不定和酒楼那些碎尸属于同一人。不如这案子就交给他办吧。若是他查不出什么，高公公，请您随意责罚。那此案就交由狄龙一人审查，若办事不力，便即刻拖入宫中，做一个刷粪桶的太监。高公公，我便协同狄龙办案，以便帮您全程监督呀。允了。
这什么味儿？尸体死了一段时间就会产生尸臭，看来这里确实有蹊跷。酒楼日日处理酒肉，难免发烂腐臭，就凭这个断定有蹊跷啊？狄龙，你脑子有病吧？任杰在。尸体已经被分成了很多块，想一次性找齐不太可能。只要能找到盆骨，我就能确认死者的身份。盆骨是人身体上最坚硬的骨头，不可能轻易粉碎。任杰在，你可以着重去缸里面寻找，看有没有。你也搜。我是来监督你的。我是大理寺的副卿，你只是个哑佐。你敢不听我的话？我要是进宫为奴，我一定带上你。嘿，你什么你？要么搜，要么给我滚！大哥，这个缸中的这味道，这盆骨一定在这个缸里面。你去看一下。找到了。大哥。看这盆骨的形状，死者应该是个成年女性。给我接着，这可是关键线索。任杰，这里已经找不到其他线索了，我们再找找看，还有没有其他骨头。得嘞。干什么呀？就这么点胆子？一个猪头而已，瞧你那出息！狄龙，我杀了你！你杀了我？哼！就你这点胆子，还敢杀了我？任杰，拿上盆骨，我们走吧。这里已经找不到证据了。进来。大人，杀人案的凶手已经找到了，此人是酒楼的伙计，叫王武。站好。升堂。威武！大人，人是我杀的，尸体也是我剁的，你将我捉拿归案吧。你说人是你杀的，你说死者叫什么名字？你为何杀他？如何杀他？怎么分的尸？你给我一一道来，没准儿我还能给你讲个刑呢。记不清了。反正我杀的那个人是个男人。不可能，他都说了自己杀的是个男人，还能看错不成？你一个小小的哑佐，在这插什么嘴？我爹才是大理寺少卿。那你就让你爹来插嘴，或者你叫我一声爹，不然就给我闭嘴。你一个父亲也敢在此私自办案？必须移步大理寺。王武，你说人是你杀的，死者还是个男的。大人，人就是我杀的，而且他确实也是个男的。我自己杀的人，我怎么能认错呢？要杀要剐，我悉听尊便。好，既然杀人凶手已经捉拿归案，并且认罪，那此案到此结案。赶快张贴告示，减少百姓恐慌。不可结案。从酒楼搜出来的盆骨确实是女性的盆骨，你在说谎。胡闹！这杀人凶手都已经招了。大人，我看这狄龙是刚当上副卿，便不知天高地厚，也不睁开你的狗眼看看。高公公在此，何时轮到你说话了？盆骨确实是女性的盆骨，可是王武却一口咬定是男性，那只能说明你在说谎。大人明鉴，小人亲眼瞧见大人身下的家伙事儿，她怎么可能是个女人呢？那你的杀人动机是什么？作案工具又藏在哪儿？够了！杀人凶手既然已经捉拿归案，咱家即刻进宫向陛下禀明，此案到此为止。探案存疑，就该一查到底。大胆！你竟敢忤逆本公公的意思！本公公说到此为止，就到此为止。
那我要是非得一查到底呢？除非拿你头上的乌纱帽做担保。那我就辞官，回家喂猪。狄龙啊，狄龙，没想到你自己跳进了这个圈套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哼，那岂不是便宜了你？我只给你1日，你若查错了案，就进宫当太监，伺候本公公。我那时间呀，正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还不快谢谢公公？这份人情还是你领了吧。比起我，你这种人更适合内侍监。你走，去仵作房探案。走。哼。哎呀，这个是之前发现的女性盆骨，这个呢，是一成在厨房后面的槐树下挖到的腿骨。这怎么可能？女性的腿骨纤细，男性的腿骨粗大。这根腿骨有很明显的男性特征。莫非我之前的判断真的出现了错误？这怎么说得通啊？可到底错在哪儿？狄龙，1日之期已到，真凶尚未查出，那之前的赌约就当场执行。给他上宫刑，一定要足足切够18刀，不许上麻沸散，让他活活疼死。狄龙哥哥，大哥，这等着宫刑一过，你就是个不男不女的废物。我看你还和老子怎么抢女人。不男不女。我知道死者的身份和真凶是谁了。之前我们都被凶手骗了，王武做了伪证，他不是凶手，胡扯。那你怎么解释这女性盆骨和这男性腿骨？本案分明就有2个死者，你非得说是个女的。那么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，这些尸骨都是同一个人的。他生来人体工学结构复杂，雌雄同体。什么？雌雄共体？对，而且此人根据尸体的腐化程度，至少死了半个月。大哥，经你这么一说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。大理寺按察使陆少杰，雌雄同体，于半个月前归乡途中离奇失踪。全对上了，死者就是大理寺按察使陆少杰。人死半月，肉已腐烂。那如何出现在餐桌上？腌制即可，保存半个月以上。我说那家包子怎么那么咸呢？那你觉得凶手又会是谁呢？听说这位陆大人失踪时，身上所有的笔记也全部失踪，导致了大理寺这10年间的所有案件无从对证。你是怀疑他的死跟那本笔记有关？对，笔记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凶手。那现在这本笔记又会在何人手中？笔记就在你那儿，凶手就是你。大理寺少卿张归正。荒谬！本官怎么会有那本笔记啊？那么张大人敢不敢让我带人搜张府寻笔记？为了自证清白，张府可搜，但如若找不着那本笔记，那你就是污蔑上官，罪加3等。让你们兄弟俩连坐，共同享受这千刀万剐之刑。如果我查不到证据，我愿自己挥刀自宫，进宫做太监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那就去查吧。狄龙，你这都搜了1个时辰，若再找不到什么账本，我现在就弄死你！这间屋子，我刚刚在外头走出了17步，而这里头，我从头到尾只走出了14步。这3步之间，这就意味着这儿有密室。狄龙哥哥，
我刚在密室里发现笔记。哦，这就是张氏父子的催命符。此笔记详细记载了这10年间张家父子收受的巨额贿赂和冤假错案明细。张氏父子为了保守这一秘密，将陆大人杀害，将他做成了包子分尸，最后给我哥下套。他们这是想一箭双雕。可是你百密一疏，却忘了这最重要的证据。混账！拿本公公当枪使是吧？来人，先把这个造谣生事的张禽兽给阉了，以儆效尤。带走。你。高公公，你只抓走张禽兽，却放过张归正，是何等意思？那你的意思是，张归正，你身为大理寺少卿，掌一国刑法，知法犯法，以权谋私，罪恶滔天。按大武律，放肆！你敢表示上官？按大武律，应革去官职，斩立决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来人，拖下去。大哥，咱们的杀父之仇已报，足以告慰家父的在天之灵，也算了了咱们兄弟的一桩心愿。狄龙，你以为你弄死了我，就报了杀父之仇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只是帮凶，杀你父亲的人另有其人，他就是……哎，大哥，人没了气息，已经死透了。看来我父亲命案的背后还藏着另一个大人物。不管你藏得有多深，我迟早会把你揪出来，给我父亲陪葬。奉天承运，武帝诏曰：大理寺父卿狄龙才思机敏，护我国威，又屡破奇案，清除奸臣，封诏封其为大理寺新任少卿。谢主隆恩。哼，又生了。不出意料的话，今晚又有好戏看了。这一次张氏父子的暴露，对咱们来说实属损失啊。本王还不缺那2个废物，可他毕竟是2个棋子啊。再说了，张归正手里头，他有秘密呀。张归正是我派去杀狄龙父亲，他不该挡我借大理寺敛财、秘密练兵、秘密造反的路。狄龙他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他到时候，那就杀了他，学后犯。为了防止夜长梦多，朝中那些反抗本王的老骨头该死了。出来吧，从平康坊东头到西头，你不烦，我都烦了。我杀！哎呦！我看现在谁还来救你了？你再不出来，怎么跟武帝复命啊？狄龙哥哥小心！我谢。属下不良将，剑三拜见狄大人。不过大人是怎么知道我是陛下派来保护你的？不仅如此，我还知道陛下是派你来送密令的。大人真不愧是我大武第一神探，你所料不差。此为密令。陛下是想让我追查张归正为何公堂被刺杀，追查张氏父子失踪的赃款。女帝令从即日起秘密册封狄龙为昔日不良人首领，任不良帅，太好了，掌天下10万不良人，并特赐天子剑，便于行事。
3品以下，皇权特许，先斩后奏。你这是新的哎，你看我这个，哎，有人来了，属下不便露面，告辞。大人，不好了！朝中城内有龙王出现，屠杀朝中官员。现在已经有数名官员葬身于此，你快去看看吧。这背后的人终于忍不住动手了，来得正好，我们走。走。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又死人了！大哥，这位是正一品的张太师，这位是正二品的刘丞相。这些人在朝中都是身居高位，凶手今晚真是干了一票大。不是说龙王杀人吗？哪来的凶手啊？我只相信科学，相信证据，我不相信什么鬼神杀人。大哥，你看，尸体的眼睛瞳孔放大，面部肌肉僵硬。人在被吓死时，因为受到极度恐惧，导致了肾上腺分泌出了大量的儿茶酚胺，这就导致了他的心脏会突然间的加速，血液升高，从而导致了心肌大量的缺氧。你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，大哥字字珠玑。但是我觉得吧，大哥教咱们说的那个词叫牛逼！牛逼！心跳加速就导致了他的血液如洪水一般冲击了自己的心脏，这就导致了他的死亡。大哥，您怎么看？根本就没有什么龙王杀人之法，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操纵，这是一起连环他杀案。根本就没有什么龙王杀人之法，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操纵，这是一起连环他杀案。狗官，我亲眼所见，昨日龙王向现世杀了这2个贪官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这是龙王现世啊！自古男子女卑，男子称帝，女子为奴。大吴女帝有违天和，惹天怒。我有何吩咐，我等一定照办。本王受后天之命，降神法，将尔等无德女帝治下贪官污吏处死。女帝执迷不悟，不退位让死，将再降天罚，祸及大吴百姓。明杀人，凡人何敢窥探？找死！我杀人了，杀人了！狄龙哥哥，莫非真的是龙王现世替天杀人？根本就没有什么龙王现世替天杀人，而是有人在背后搞鬼。那大人，你该如何解释？我昨日亲眼所见，龙王像破土而出，这种神迹啊！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但有时候眼睛看到的也不一定就是真的。一切不科学、不合理，都会留下蛛丝马迹。这龙王像在这里多久了？从我记事起，这个龙王像就从未挪动过。那也就是说，至少得有20年了吧？周围土地应该是夯实无比。是啊，说也奇怪，最近这长安城的天又无风又无雨，风和日丽，怎么这块的土地会如此的松散？那一定是有人移动了神像，伪造神迹。这么说的话，这个案子就是人为的。对，此案一定不会是鬼神作祟，而是有人在背后操纵。哟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2条疯狗断案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司正，你们大理寺都没人了吗？怎么派这2种货色来断案？司马小姐，见笑了。爹，这老宗谁啊？比高三德还装。这人是咱们的顶头上司，大理寺正卢安。表姐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如果我不来，你又要陪狄龙去送死。我劝你还是早点跟他退婚吧。表姐，我说了，我不会退婚，更不会离开狄龙哥哥，我要和他共同进退。你就是大理寺卿狄龙，
对，案子查的怎么样了？这个案件有疑，需要继续追查。此案有何可查？这明明就是摆着龙王杀人，铁证如山。本官宣布，此案了结。不能结案，案件存疑，根本没有什么龙王杀人，而是有真正的杀人凶手。司正，你们大理寺的人都是如此庸人，就是立了点微薄的功劳，就敢顶撞上司。那司马小姐觉得该如何处置？目中无人，顶撞上官，应掌嘴80，以儆效尤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掌嘴！放肆！我大哥乃是武帝亲封的大理寺少卿，我随有请。我可是你们的顶头上司，大理寺本官就是天，天下刑名是非黑白，本官说了算，本官就是法度，我说谁掌嘴，谁就得被掌嘴。狄龙，如果你不想被活活打烂嘴，就乖乖的把这婚书签下，赶紧跟婉儿一刀两断。然后呢？然后我的表妹上官婉儿就成了卢思正的大公子的新娘。我不嫁，那个卢家大公子分明就是个傻子。你敢不嫁？你敢不签？狄龙罪加一等，当场格杀！我是绝对不可能退婚的，没有谁可以把我跟婉儿分开。大胆！还不将犯官狄龙给我拿下，砍了！高公公到！高公公，你是来当我的救兵吗？陛下口谕。此案事发突然，引得朝野动荡，百姓议论纷纷，令大理寺尽快破案，以平息民愤。难道连陛下也要这么草草的结案吗？放肆狄龙！我看你就是条疯狗，现在就连陛下圣旨都敢违抗。我看再让他当3天官的话，是不是就敢造反了？那我今天就要造一次反，让你们好好看看。大人，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要推倒神像，查找证据。若是惊扰龙王，降下神罚又当如何？是啊，如果真的有龙王，那就让他降下天法来劈死我。大人，万万不可！本官推定了。狄龙，你是疯了吗？你竟然敢推倒龙王像！这样做一定会惹了天怒，致使我们大武天下大旱，水涝不断。你想拖着我大武千万百姓跟着你一起陪葬吗？狗东西，打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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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找到凶手杀人的证据了。豆芽也算证据。你胸大无脑，我不怪你。龙王像放在这里年代已久，土地夯实，怎么可能长出豆芽？这神像下面阴暗潮湿，长出些豆芽实属正常。原本的神像受人供奉，周围土地遭人踩踏，土地夯实无比，水滴不穿，火烧不透，怎么可能长出豆芽？现在这块的土地明显是被人松动过，现在就是松散无比。更何况现在连续10日，长安城内并无雨雪，这边的土地反而湿润潮湿，这就是证据。这只能说明一个情况：在1日前，凶手提前到达命案现场，将神像从庙中提前移出，然后放出豆子，回田灌水，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，豆芽长了出来，然后把神像顶了出来，就制造出了龙王现世的假象。这就是龙王现世的真相。当所有人都认为几位大人的死是死于天罚，因为他们贪得无比，降罪于他们，难道不是吗？从始至终，女人都是男人的附庸，哪有女人当皇上的道理啊？女帝当妃，女帝西区登基，女帝当妃，西区登基。你们这几个蠢货，被人骗了，还去替别人数钱。狗官，你在说什么？他还敢耍官威？要不咱们把他弄死算了。反正女帝无德，天下有德者居之，咱们反了吧！反了！狄龙，你是疯了吗？再这么下去，会激起民变，冲击长安城。此等罪过，诛你9族都是轻的。可我说的没错，哪来的龙王现世？
哪来的天罚？杀人凶手就在现场。那你说凶手是谁？莫非就藏在人群当中？那你觉得这凶手又是谁？这个凶手身形不明，但有一点我可以确定，这个凶手的身形佝偻，所以他的手印印在了神像的底部。凶手就是你，是你，大理寺司正卢安啊！狄龙，你血口喷人！这就是杀人凶器。用花瓣杀人，亏你想得出。用花瓣割喉呢？你堂堂大理寺司正，不会连曼陀罗花瓣都不认识吧？我来到现场，就发现现场有大量的曼陀罗花瓣，空气中弥漫着曼陀罗花粉的味道。曼陀罗花粉有致幻的作用，这几位大人的死，是因为吸入了曼陀罗花粉的作用，导致了致幻，被自己产生的幻象活活吓死。曼陀罗花粉的作用至少得需要1个时辰才能达到，而这里距离城外最近的距离，快马加鞭也得需要1个小时之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也就是说，种植曼陀罗花的花园一定在长安城内，而这整个长安城内只有一处最适合种植曼陀罗花，而这个地方就是你卢大人的府邸，你就是杀人凶手。就算这曼陀罗花产自卢府，那也不能直接证明卢大人就是杀人凶手啊。就是啊，一定是我的下人偷了老夫的花，蓄意杀人，所以栽赃于老夫的头上。狄大人，女帝陛下还等着老奴复命，你若再拿不出实质的证据，我就治你一个办事不力之罪，进宫当太监，伺候本公公。我那时间正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，只要你肯进宫，本公公就培养你当下一任内侍总监官。哎，没有必要啊，你自己留着吧。我有另外一个证据，能够证明他就是凶手。这曼陀罗花瓣碰到自己的手指，会产生一个红色的痕迹，至少在1日内都不可能消除。卢大人，那就请您把双手展开，让大伙看看您手中到底有没有这个痕迹。本官不是凶手，何须自证？那我多有得罪了。啊，大伙儿来看，这就是证据，铁证如山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，卢大人？我就是凶手，但你能奈我何？我的靠山可是当今朝廷左相吴九思吴大人。那又如何？不管是谁得罪了我，都不得好死！立刻赶紧签下退婚书，将你那未婚妻乖乖的送到我儿床上，老夫能够饶你一条狗命。这还不够，狄龙，你还要跪下来，给卢大人赔礼道歉。你自以为聪明绝顶，探案如神，一直以来瞧不起老子的傻小子。是又如何？那老夫今日就将你活活打成一个傻子，让你现世做一条狗，苟延残喘。你做梦！若你还敢不下跪的，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看，让你的亲弟弟替你受罚，千刀万剐，不得好死。若你这都不怕的，那老夫只有亲自上场，当着你的面让你的媳妇好好尝尝做女人的。老畜生，你找死啊！大胆，敢对老夫动手！我打你又怎么了？吴九思，我压根就不放在眼里。他那傻缺儿子，因为犯了错，已经被老子一刀捅死。老夫回乡丁忧3年，竟有发生此等大事。你现在知道，已经晚了。任杰，在，把剑给我拿过来。这是天子剑，天子剑在手，3品以下可先斩后奏，特有此权。你想怎么死？是想砍脑袋，还是从中间直接劈？我都可以满足你。如果你不选，那我就替你选。住手！
本相的人也是尔等敢配动的。大人，你来了，救我！狄龙，你当街斩杀朝廷命官，你是嫌自己的命太长吗？赶紧把卢思正放了，否则罪加一等。若是今天杀了我，那你要知道，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狄家的忌日。立刻放人，否则刚才卢思正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一一应验。我就是不放，那又怎样？狄大人，给咱家个面子，把人放了。本相自会秉公执法，提起三司会审，给人犯定罪。别给脸不要脸，给个台阶赶紧下得了。把他交给你们，恐怕这个老东西不出3日，便自己大摇大摆的从牢里面出来吧。你是故意不给本相面子，要跟本相结成死仇吗？左相大人，你的面子在我这儿不好使。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岂能低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？老子斩你就斩你，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！你还真敢杀本相的人！杀你的人，那又怎样？来人，押起来！别动！本相等的就是这么一天。刚才我所说的都是机遇，你中计啊！带走，入宫面圣。老臣参见陛下。陛下，狄龙嚣张跋扈，在长安城内请出天子剑，不请示于天子，私自斩杀上宫，罪行滔天，按律当斩。按复议。他们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说天子剑先斩后奏？大哥，你说的是城外，城内没这个规定。你怎么不早说？我没来得及说就……老臣恳求陛下处死狄龙。狄家要绝后了。处死？为何处死？陛下，您的意思是？狄龙连续破获大案，匡扶社稷，忠心为国，一心为民，不仅不罚，反而要赏。即日起，大理寺寺卿狄龙升任大理寺寺正，统领大理寺。谢陛下。陛下，大理寺寺正正三品，他又升官了。陛下，我不可呀！左相是在教朕做事吗？朕的决定无人能改，除了狄龙。微臣告退。哎呀，走了走了，走了呀！你人不错，聪慧又通透，不如留下来侍奉朕，如何？只有太监才能常伴陛下左右，那奴才就赐狄大人入宫当太监。你这个想法不错。那奴才这就去准备。别！朕跟你开个玩笑，瞧把你吓的，淹了多无趣啊！既然你这么合朕的眼缘，不如留下彻夜长谈。我这艳福不浅啊！快呀，快点！陛下已经够快了，那就用力，再用力点。地痞流氓，也不知道陛下看上你哪儿了。知道朕为什么封你为不良帅吗？
我大概知道一样。查出案中的谋逆者，你可能做到？这个案件太复杂，咱们还是躺着聊吧。你个蠢货！偷鸡不成蚀把米，硬生生的把狄龙扶上了大理寺最高位。是他万一知道我藏在大理寺的秘密，我密谋多年的计划都将功亏一篑。属下马上就去办，属下马上就去办。大人，出事了！大理寺枯井中发现一具尸体。你个蠢货！偷鸡不成蚀把米，硬生生的把狄龙扶上了大理寺最高位。他万一知道我藏在大理寺的秘密，我密谋多年的计划都将功亏一篑。属下马上就去办，属下马上就去办。大人，出事了！大理寺枯井中发现一具尸体。让开！大人，昨晚有个肆意喝醉了酒，失足掉进了井里，在井中意外发现了这具枯骨。任杰，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？带了。大哥，你看，从这具骸骨的骨骼密度、死亡的时间和腐败程度来看，这具骸骨最少死了4年以上。可正因为如此，咱们才无法得知死者的真正身份。大哥，你怎么看？我有办法能够立即知道死者的身份。不会吧，大人？我的大理寺这么多年，怎么没见过通过一把骨头就能查出死者身份的？你没见过，不代表没有。去给我拿一张宣纸和一块木炭。大人。大哥，莫非你还会摸骨断案？这是摸骨素描法，千骨独一份。这怎么跟594那老婆蛋长得一模一样？没道理啊，这货怎么和594一模一样？莫非他还有个同胞兄弟？这不可能，武家除了女帝之外，只有2个男性族人，老大是梁王，老二就是当朝左相。我知道凶手是谁了。是谁呀？就是本相听闻狄大人在大理寺查案，特地带人过来协助调查，不知道狄大人查的怎么样了？凶手我们没找到，不过大人您请看。左相，这货如果晚死4年，恐怕就能跟你以假乱真吧，甚至可以顶替你的身份。狄龙，想找死吗？左相，你这是狗急跳墙了，想杀人灭口吗？你几次3番挑衅本相，本相今天就杀了你！狄龙哥哥小心！就凭你还动不了我。剑三，你身为女帝的禁卫，不在女帝身边好好保护女帝，玩忽职守，该当何罪？在下不良将剑三，拜见不良帅。良帅。微臣新任大理寺司政，率10万不良人不良帅狄龙，拜见陛下。听说大理寺古井中发现一具枯骨，可探明死者身份？启禀陛下，臣用摸骨素描法发现了死者的样子，可是发现了这个死者竟然跟当朝左相长得一模一样。你说什么？我怀疑当朝左相594在4年前就已经死了。狄龙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这位站在我面前的左相，我怀疑他根本就是冒名顶替。胡说八道！我与陛下一母同胞，如果我是冒名顶替之辈，陛下又怎能不知道？狄龙，你真是胆大包天，竟敢污蔑当朝丞相，一介皇家骨肉，罪责五马分尸。此事当真？陛下，臣的摸骨做相法绝对不会出错。陛下，如若您不相信老臣，老臣甘愿滴血认亲。按左相的意思办。
陛下，臣的身份已然确认。狄龙污蔑当朝丞相，该当如何？污蔑当朝丞相，理应罚100大板。陛下，这么打是会死人的。这是陛下的旨意，尔等敢抗旨吗？不行，你们不能这么对狄龙哥哥。这所谓的滴血认亲法，不过是骗人的吧？狄龙，事实就摆在你眼前，我与陛下的血液相融，难道不能证明我的身份？陛下，这滴血认亲法并不可靠，人的血液是分血型的。血型？对，人的血液分为 A 型、B 型、AB 型，还有 O 型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大哥，你曾经说过，这血液相同的人把手中的鲜血滴入这个碗中，血液是能相融的。对，所谓的 O 型血可以与其他3种血都可以相融，简直就是一派胡言。自古以来，滴血相融，皆为血迹。我今天就要破了这千古以来最大的笑话。这血液相融了，这血液相融了。狄龙是女帝的私生子？这不可能，狄龙绝非我武尊后。借你的手一用。贾大人的血凝了，大人的血液凝了。任杰，该你了。这一次结果如何？启禀陛下，臣的血液并不相容。我早在早年间就用土方法测试过了。我的血液是 A 型，我的弟弟是 B 型，所以我们的血液不可能相容。也就是说，大哥、陛下与左相，他们都是 A 型血。对，所谓鲜血才会共融。方才的一场小实验，更好的能够证明这个滴血认亲之法根本就不可靠。按照之前的验法，这整个皇宫都与陛下的血相融一遍，至少得有几千个人能够与陛下的血相融。难道说这几千个人都是陛下的亲人？滴血认亲法当废。现在这滴血认亲法已经作废，你还能有什么办法能够证明你自己？陛下，既然滴血认亲法已然不准，那臣还有一个法子能够证明臣的身份。说来听听。陛下，自古以来还有一个比滴血认亲之法更好的方法，能够让满堂的诸公都能信服。你是说？没错，臣恳请陛下请出5家先祖遗骨，让臣滴骨验亲。放肆！先祖已逝，岂能拿他们的遗骨来滴骨认亲？你这是侮辱先祖！若非如此，怎能证明本相的清白？若我蒙受不白之冤，今日我就是要请出我与陛下的祖先遗骨，让祖先在天之灵证明我是不是武氏师孙。老东西慌了，莫不是狗急跳墙了？今日若本相的血液滴入这遗骨之中，臣恳请陛下治狄龙之罪。准。乱臣贼子狄龙，你这次还有何话说？乱臣贼子狄龙，你这次还有何话说？身为大理寺寺正，不思其职，扰乱朝纲，当赐死以赎其罪。恳请陛下立即赐死狄龙。这怎么办啊？剑三何在？微臣拜见陛下。我让你带的东西都带了吗？启禀不良帅，你让我找的狗，属下带来。狄龙，你又想搞什么花样？陛下，此骨入土已超过20余载，且下葬时死者的年龄超过80余载。那又如何？
狄龙，你疯了吗？你要对我祖先的遗骨做什么？80多岁的骨头，骨质疏松，况且在土地下20余年，早就被土地腐化，就算是一滴狗血滴在这只骨头上，也能够穿透。相容了，这……你若是敢跪在地上，叫这只狗3声爷爷，就算我输，我狄龙甘愿认罪，千刀万剐，不得好死。敢还是不敢？陛下，狄龙他不敢就把嘴给我闭上。剑三，大人，您提前吩咐找到的左相自画一幅。各位请看，此幅书法乃是4年前陛下称帝的时候，当朝左相亲自写给他的。之后，这位大人因为身负重疾，在家卧了半年，未曾出门。后因是陛下的兄长，被认为当朝左相。说的一点没错，那又跟这幅书法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我怀疑真正的大理寺少卿在上任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荒谬，真是荒谬！那本相又是何人？如果你能按照这幅作品写出一幅一模一样的作品来，就算我输，所有的罪罚悉听尊便。左相，你意下如何？启禀陛下，这4年前所做，4年之后再做，必定有所不同。这主意不可。不可什么？哥，我可听说4年前的左相为人正直，性格谦和，酷爱书法，是个正人君子。再看看现在这位，哼，那位大人在重病之后就突然变了个人似的，仗着自己与陛下亲兄妹的关系，草菅人命，祸乱朝纲。你为何不敢？因为你根本就不识字，你就是个假货，你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你怎么可能是武九思？陛下，狄龙在胡说八道，臣弟……混账！大胆刁民，这个时候你还敢狡辩？陛下，说，你到底是谁？真正的武九思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曹民张启年。是大理寺的一个讨粪工。讨粪工4年前，因贪慕虚荣，将一步登天，趁吴大人不备动手杀，并将其推入其中，毁尸灭迹。从现在起，我就是禹帝的哥哥，武九思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。难怪这3年以来，朕总感觉兄长像是变了个人，但总碍于骨肉亲情，对你百般忍耐。他就是个骗子，骗了陛下，骗了满朝文武整整4年。各位文武百官，这个张启年该判何罪？我检举张启年通缉叛国，私贩兵器给外邦。这是前4年来收集的左相78条罪状。陛下，你们都是我养的一条狗，还敢反咬我一口？去你的吧！哼，天作孽，犹可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你所犯下的罪，朝野皆知。我只是替所有被你害的人讨回一个公道罢了。来人，扒了他的官服，斩立决。是，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走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别动！陛下，陛下下，官请左相升天。你个狄龙，你别得意，迟早有一天你会跟我同样的下场。我在九泉之下，我等着你。快走！狄龙，你不畏强权，断案如神，真乃我大武朝的王所之事。狄龙听封，朕封你为东宫洗马，入驻东宫，辅佐太子。谢陛下隆恩。东宫洗马？什么是东宫洗马？以臣弟了解，应该就是给太子洗马。
原来这太子洗马不是给太子洗马的，而是一种官职。接下来，狄龙哥哥除了在大理寺之外，还需要给太子处理政务。太子殿下已经在里面等候二位多时，赶紧进去吧。走。臣拜见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这是微臣自己酿的酒，还请太子殿下赏个脸，品尝一下。你就是我大武第一神探的狄龙？对，下官正是。抬起头。你就是传说中的长安第一美人上官婉儿？可以，倒是可以纳进府里做个妾。狄龙哥哥，殿下，我与婉儿已有婚约在身，还请太子殿下不要再打婉儿的主意了。放肆！本太子看中的女人，你也敢抢？我的女人，就算是天子看中了，也抢不得。太子要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。站住，狄龙！你一个三品官员，跟本太子抢女人，就不怕掉脑袋吗？你一个三品官员，跟本太子抢女人，就不怕掉脑袋吗？我要是怕掉脑袋，我就走不到这一步了，也不会成为大理寺的寺正，更不会成为你们大武第一神探。好你个狄龙，我真是个倔驴。那不知婉儿姑娘意下如何？太子殿下，婉儿心中只有狄龙哥哥一人，此生非他不嫁，还请太子殿下不要强人所难。没有人能违抗本太子的旨意。本太子今晚就要纳上官婉儿为妾。你要是强纳婉儿为妾的话，那我可就要如实禀报了。到时候可是要让陛下来替我做主啊！别以为陛下看中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太子想要得到的，必须得到。太子殿下，你这是想要动真格呀？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好你个狄龙，竟敢忤逆本太子！陛下迟早会驾崩，而我迟早会成为新的皇帝。到那个时候，我第一个弄死人就是你。那你就等到那个时候再说呗。现在你要敢动我的女人一下，我就把你从太子的位置上拉下来，然后再送你上西天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太子殿下，他死了！什么？刚死没多久，嘴唇青紫，口中有大量白沫，这是中毒的迹象。空气中酒味弥漫，太子应该是中毒而亡。大哥，您怎么看？黑的，确实如此。狄龙哥哥，太子是因为喝了毒酒才暴毙的吗？狄龙哥哥，这酒不是你之前送给太子的那坛吗？看来藏在背后的人又忍不住出招了。张公公到！这不是张禽兽吗？没错，正是本公公。狄龙，太子宫中暴毙，死因可查明？太子是因为喝了毒酒突然暴毙。毒酒？此酒从何而来？这酒是四正大人送给太子殿下品尝。好你个狄龙，你竟敢毒害太子！你就是杀害太子的凶手。张禽兽，你仅凭一壶酒就断定凶手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凭一泡尿就说你随地大小便呢？你，还有就是啊，你在割了之前
好歹也是我们大理寺的牙祖，难道你办案就这么草率啊？放肆！狄龙，你可知道咱家是谁？这咱家还能是谁呢？还不是没了伴的阉狗。高三德病疾而亡，我受梁王举托，已成为新任内侍监总管。现在可是陛下眼前的红人，今日也是奉陛下之命来查太子死因，而太子是喝了你这毒酒而死。狄龙，我看你是跑不掉了。原来说了半天，你还是个阉狗啊！你给我拿下！谁敢动我大哥？这位张公公，你才刚搁了几天，就一下子升到这么高的位置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身后是谁啊？你还算聪明，你猜到又如何？你就不怕我告诉陛下？你先有命活着再说吧。狄仁杰，我奉的可是陛下口谕，你若再敢阻拦，本公公势必让你们3个人尸骨无存。来吧。走。狄龙，你落到我手里，你还想活着出去？嘿嘿嘿嘿，嘿！你害我父亲午门问斩，嘿！你害我入宫为奴，嘿！你害我们张家从此断了官位，断了香火。那是你罪有应得。行，我今天就让你尝尝这伤口撒盐的滋味。想死的痛快吗？签了他，签了他，我没准能放你一条狗命。认罪书，拿过来。早这么样就不会受这么多罪了。呸！我欠你个头！狄龙，我看你是想死。婉儿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快让开！来得早，不如来得巧。我今天就给你上演一出活春宫。你别过来！你要是敢过来，我就杀了你！我答应你，只要你放了狄龙哥哥。他是嫌犯，放不得呀。只不过我现在改变主意了，我不光要了你，我还要杀了他。嘿嘿嘿嘿，狄龙，如果我用这个东西这么按下去，你的狄龙哥哥就要变成姐妹了。婉儿，你不要受他威胁。狄龙哥哥，我不能眼看着你受苦啊！你们俩，我答应你，我可以嫁给你，你也可以不放过狄龙哥哥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们，给我们3天的时间，这3日内，你要让狄龙哥哥查案。好，我就给你们3日时间，但3日查不出，我不仅要娶你，我还要杀了他。有梁王在，你什么都查不出来。大哥，没想到张禽兽这王八蛋竟然敢对你用刑，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为你报仇。一家人整整齐齐才最重要，何必一命换一命？咱们还有3天的时间，与其满眼仇恨，不如想着破案自救。走，走。太子已经停尸吊唁，现场的这些证据、酒坛、酒壶已经全被收了。看来咱们只能在这案发现场寻找蛛丝马迹了。怪不得这张禽兽答应的这么快，他是笃定案发现场被清理过。真正的线索往往都在最不容易发现的地方，到底在哪儿啊？
咱们在案发现场的时候只找到了酒坛和酒杯，但是谁又能直接将酒壶中的酒直接倒入杯中呢？这其中必定会经过酒壶。对的，我知道了。死者在死的时候，他的肌肉会松弛。这个太子一定是一只手拿着酒杯，一只手拿着酒壶，他的2只胳膊自然脱落，就导致了这个壶滑到了椅子下。线索一定是在这个壶里面。狄龙，我看你是病急乱投医，一个酒壶能当什么线索？谁敢打扰我大哥断案？我若不来，你们制作伪证脱罪怎么办？为了公平公正，我才请司马小姐一同前来观看狄龙破案。今日张公公特地请我来见证，就是为了看你这条野狗为了活命慌不择路的样子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破案。线索就藏在这鸳鸯酒壶之中。鸳鸯酒壶，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东西。此壶中间有一层隔断，将壶一分为2，可以盛放2种不同的液体。这个壶叫做鸳鸯壶，又叫两星壶，又名良心壶。凶手就是利用这个特点残害了太子，还把罪名嫁祸给我，真是一箭双雕啊！这种鸳鸯酒壶在世家贵族中乃是常见，也是一些人千杯不醉的利器。你若说这当中藏有毒酒，我自然是不信。任杰，拿酒杯。大哥，酒杯。无毒。怎么还是无毒？自己打自己脸的滋味如何呀？啊！黔驴技穷，竟会说一些糊弄人的话，还是乖乖束手就擒。狄龙哥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要不你再试试，你的推论一定没有错的。这还是无毒。如今这线索已断，我再给你3日，你也查不出真相。不如乖乖将婉儿嫁给我，自己上黄泉路。你个没根的东西，还想觊觎我的女人？放肆！张公公现在可是陛下身边的红人，你胆敢这样说话？今晚杀狄龙，睡婉儿。这不可能，这酒壶明明是鸳鸯酒壶，太子也是因为中毒而死，怎么会没有毒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2种酒虽然无毒，但是将2种酒放回一块儿就会产生剧毒，太子也正是因此而死。那你就试试。还是无毒，这……我当是神探转世，原来不过是一个草包。不是说2种酒混在一起有毒吗？毒呢？你杀了太子的罪名，你已经无法洗脱。我看我就再给你3日，我就要慢慢的折磨你。没了这酒壶，我看你还有什么线索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大哥没杀人。杀不杀人，可不是凭你一张嘴就说了算的。婉儿，你若想活命，现在就跟我离开。如果你还是执意跟他厮混在一起，那真的连我都救不了你了。我与狄龙哥哥生死与共。我看你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就再给你3日。3日之后，我必娶婉儿，将其凌虐致死。我们走。放心，有我在。大哥，这怎么办？3日之后就……放心，我不是坐以待毙的人。况且，我也不会让我的女人陷入囹圄。任杰，你去大理寺把这10年的封赏悬案全都给我拿过来。这3日，我们不查线索，只查悬案。
大人太冤了，大人，大人太冤了，大人太冤枉了，大人。什么案件？赶紧说！哎呀，你家那情况我也说出来啊！大人，小人牛丢了，真没有干这事。我下午出去办事，回来牛就不见了，羊也丢了呀！哎呀，你怎么又来一次？是不是你自己吃的？这个能干嘛？这事我管不了，羊也丢了，你去找。你的头啊！哎呀，就是他偷了我的牛，他成是他。不是他，我感觉应该不是他。你说为什么呀？是那个吧？肯定是这样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大哥，仅仅3个昼夜，你居然连破了78宗命案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对呀，狄龙哥哥，你现在的美名传遍长安城。这个呢，是百姓自发的万民书，要对你歌功颂德。好戏才刚刚开场，今晚我定要戳破一切阴谋。王爷，这3日之期马上就到，这狄龙可蹦跶不了几天了。混账东西！你说，回王爷，现如今整个长安城都在议论狄龙，已经他不分昼夜连破奇案的事情传得绘声绘色，更有甚者说他是阎王转世，能夜审阴阳。胡说八道！那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是阎王爷转世？此事等不得了，必须马上除掉狄龙，今晚就动手。听闻狄龙的未婚妻如花似玉，是京城第1大美人，让本王先享受享受。就在里边睡着呢。大哥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已经教给了嫂子最好的防身招数。要不是婉儿坚持，我怎会让她做饵？咱们找个时机，直接动手，不要留情。放心吧，我最在行这个。王爷，那就是狄龙的未婚妻，还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呀！就让我先上了他，再取狄龙狗命。王爷，您放心快活，咱们人都在外边，只要您出声，他们就……哎，我没事。不愧是京城第1大美人。醒了，醒了更好。你越挣扎，我越兴奋。你干嘛？阎王圣天，阎王圣天。狄龙，放肆！此乃阴曹地府，堂上之人乃是新晋阎王。弄虚作假，世上本无鬼神，何来阎王？狄龙，这可是梁王，是民心所向。你若识趣，赶紧跪下赔罪。狄龙日审夜审，审阴审阳，连续3天破获76起大命案，上天赐封新晋阎王。为何将你们3人带到此地？乃是阎王要重查那个悬案。不过是找人假扮，就想让本王妥协，异想天开。本宫入主盐殿，早已从生死簿上看清了太子之死的真正缘由，你2人无需狡辩。这个鸳鸯酒壶有2个，你要人故意调换，让我查不到证据，以为就万无一失了吗？难不成这狄龙真成了阎王？哎呦，2个蠢货！他狄龙区区贱民，怎能成神？本王神明，不容尔等亵渎。违逆者入火海地狱。大胆张禽兽，你是如何作案？还不速速招来！阎王大人，我都找，的确是我调换了这
鸳鸯酒壶。那真正的鸳鸯酒壶现在何处？就在我房中。大胆刁民，竟敢残害太子！我不敢，这一切……闭嘴！区区鬼火的把戏就能把你吓成这样，故弄玄虚，装模作样，本王今日定不轻饶你！白灵，狄龙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事到如今还敢嘴硬，梁王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我倒要看看，你还能耍出什么把戏？这可是在地府，看看你的身后，太子的冤魂已经来找你报仇了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小的可不敢杀您呀！这一切都是梁王指使。他答应我，只要我在您的酒里下毒，他就答应我取代高三德，成为一个有权有势的太监。您就饶了我吧。太子殿下，您请先去一旁稍后。事到如今，已经人证物证俱全，梁王，你还要隐藏到什么时候？本王自然可以告诉你，不过你得先告诉我是如何把太子的魂魄引出来的。难道是找人假扮？还有你们换身衣服就想假扮阎王判官？本王这一切都不信！我操！这一切还多亏了曼陀罗花的功效。不过呀，我也没有白费，能够让这个傻货嘴里套出话来。就是梁王你，倒比我想象中要聪明，不愧是密谋大计的人呐！既然如此，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，在你死之前，让你死个明白。这天下应该是男人的天下，武帝一个女人怎么能成为天下之主？什么男人女人的？男人和女人又有什么区别啊？作为一国之君，本来就应该心胸宽广，为国为民，难道都要像你一样视人命如草芥啊？你这是愚忠。不过你很快就没有机会愚忠了。我先杀了太子，再杀掉女帝，谋朝篡位，让天下易主。这天下是属于本王的。乱臣贼子！大武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，才变得乌烟瘴气。现在说这些，恐怕晚了。你们以为只有你们才留有后手吗？本王也有。本王率卑为号，城外10万大军随朕攻打皇宫，取女帝狗命。你早就看出来了。不错，我利用龙王神像当杀人利器，自然不信这鬼神的一切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这个龙王神像幕后的真凶就是你喽？不错，还有张归正也是我的人。他之所以贪腐，是为了本王筹集军费，密谋造反。狄龙，你的把戏上不来台面。哼，今天我就要亲手杀了你这个转世阎王！哎，陛下，梁王的话你可都听到了啊！当然，站在门外，听得一清二楚。真当朕会被你蒙蔽双眼，混淆视听吗？不可能，我已经派人围住了皇宫，围住大理寺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因为今日的一切都是朕和狄爱卿精心策划的一场大戏。不可能，为的就是揪出隐藏在朝堂之上的谋逆之人。梁王，你的人已经被不良帅秘密调入长安的10万不良人悉数拿下，
梁王，你现在已经是孤家寡人一个，你输了。梁王表面看上去不争权夺势，忠心耿耿，背地里却是此等败类。哎，这乱臣贼子刚刚所说，已经被我等悉数听入耳中。陛下就该将此人乱棍打死。不可能！我怎么会输？我怎么可能输？哼，你怎么不会输啊？你现在就像个落汤狗一样。哎，梁王，你就别挣扎了，认输吧。把梁王押入诏狱，每日割肉为刑，游街示众。是，走。从犯张禽兽，择日问斩。是，起来。至于你，搬弄是非，陷害我大武忠良，乱棍打死。至于你，搬弄是非，陷害我大武忠良，乱棍打死。拖下去。走。女帝饶命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大理寺寺正狄龙判案有功，夜审阴阳，百姓请愿，特赐大武第一神探之名。往后步履上殿，赞拜不明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钦此。微臣谢主隆恩。快请起。来，朕已为你二人下旨赐婚，下月初是良辰吉日，择日完婚吧。谢主隆恩。百驾回宫。婉儿，我终于可以娶到你了。从今以后，举案齐眉，白头偕老，共度余生。要不，我们就寝吧，早点为仁杰生个大胖侄子。大哥，大哥，不好了！怡红院数百名姑娘竟一夜之间集体自杀了。去命案现场。